上一期我们讲了李四，一个把每一次危险都提前看清楚了，却还是一次又一次选择留下的人。这一期我们要讲一个好像刚好相反的人，他叫范蠡，一个在工业顶点转身就走的人。如果这期视频只讲到这里，那它会是一个很好听但也很空洞的成功学故事，一个人如何看透名利，全身而退，最后还顺便成了财神爷。但我们不想这样讲，因为范蠡这个人远比看得开三个字复杂。他能忍受常人难以想象的屈辱，也能在敌国君主跪地求饶时，一句话把他推向死路。他一次又一次把财富分给穷朋友，却也曾经动用全部人脉和金钱，想要救出一个杀了人的儿子，最后还是没能救成。我们想问的问题，不是一个人怎样才能看透功名，我们想问的是一个更难的问题。同样看见了权力的危险，为什么有的人只能对着满门富贵叹一口气，而有的人真的能转身离开？第一章，第一次觐见失败，他先看清了冲动要付出的代价。公元前496年，越王勾践刚刚即位第3年，听说吴王夫差日夜操练军队，打算复仇。勾践想抢先出兵，范蠡劝他不要这样做。他说：“不可，臣闻兵者凶器也，战者逆德也，争者势之末也。用兵是凶险的事，开战是违背常理的事，争抢是处理事情里最下等的办法。条件还没成熟，就主动挑起战争，对越国没有好处。”勾践没有听。越军在夫交被吴军大败，勾践只剩5000残兵，退守到会稽山上，被吴军团团围住。如果换作大部分人，这时候完全有理由说一句：“我早就提醒过你了。”但史书没有写，范蠡在这个时候责备过勾践。勾践回头问他现在该怎么办，范蠡直接给出了新的方案。这可能说明一件事，对范蠡来说，证明自己是对的从来不是最重要的事。当局面已经坏了，还有没有路可以走才是最重要的事。第二章，会稽受困，忍耐是为了让局面活下去，不是为了活着受苦。被围之后，勾践一度想杀掉妻子，烧毁宝物，带着剩下的军队拼死一战。范蠡拦住了他，他说：“持满者与天，定轻者与人，结事者以地。卑辞厚礼以夷之，不许而身与之事。能保住盈满局面的人，要顺应天道；能扭转危局的人，要靠人心；能妥善处理事务的人，要因地制宜。”他建议先用谦卑的言辞和厚重的礼物求和，如果不行，就亲自去做人质。后来是范蠡自己去吴国做了人质。史记说是2年，国语说他和勾践一起入吴为臣吏，3年后才归国。两本书记的年数不一样，但都指向同一件事，他不是站在安全的地方劝君主去忍辱，他自己也走进了那段屈辱里。忍辱最难的不是弯下腰这个动作本身，而是弯下腰之后还记得自己为什么没有站直。这里有一个很值得停下来分辨的地方。范蠡的忍从来不是没有方向的受苦，他忍是为了让越国活下来，是为了争取时间。如果没有明确的目标，没有期限，没有后续的准备，单纯的受苦并不会自动变成智慧，它只会变成消耗。第3章，知道自己不如谁，这是一种很少人具备的清醒。回到越国以后，勾践想让范蠡主管国内政务。范蠡说：“兵甲之事，重不如礼；田抚国家，亲附百姓，礼不如重。军事和对外决断，文种不如自己；安定国家，亲近百姓，自己不如文种。”于是勾践把国内政务交给了文种。对大多数有功之臣来说，承认这件事我不如别人是很难开口的一句话，因为承认别人更强，好像就是在缩小自己的重要性。范蠡却能把谁更优秀换成了谁更适合这件事。这不是谦虚的表演，是一种非常实际的自我认识。他知道自己的强项，在判断外部局势，把握时机，做出关键决断，不一定在长期琐碎的国内治理上。第4章，他最难得的能力不是决断，是等。
越国渐渐恢复以后，勾践一次又一次问范蠡：现在可以打吴国了吗？吴王沉迷享乐，疏远忠臣的时候，范蠡说还不行。伍子胥被逼死以后，他还是说再等。吴国发生灾害以后，他又说天时到了，可吴国上下可能还会拼死一战，人事还没走到尽头。勾践发怒了，他怀疑范蠡是不是一直在用不同的理由拖延不动。范蠡回答：夫人事必将与天地相参，然后乃可以成功。天时、地利、人事必须同时成熟，事情才能真正成功。等待并不舒服，君主会怀疑你是不是在拖延，旁人会觉得你是不是太胆小，你自己心里还要承受如果真的错过了怎么办的压力。范蠡的耐心不是性格温吞，是能抵抗住，立刻出手证明自己的那种诱惑。他很清楚，一个人长期受辱以后，最容易犯的错误是一看见对手露出破绽，就急着把多年压抑的情绪一次性释放出来。真正的战略耐心，不只是忍受敌人，还包括忍受自己人的焦躁。第5章，时机一到，他也不会再犹豫。当吴国精锐军队随夫差北上会盟，国内防守空虚的时候，范蠡判断可以出兵了。后来吴军反复挑战，勾践一度想迎战，范蠡又要求稳住阵脚，不要贸然行动。等到真正有利的时机出现，他反而坚决反对再退缩。原文里有一句话：得时无待，时不再来，天与不取，反为之灾。得到时机不能松懈，时机不会再来第二次，上天给予的机会不去把握，反而会招来灾祸。范蠡的等待从来不是逃避承担责任，真正的拖延者往往在时机成熟以后还会继续找理由。真正会等待的人知道等待是为了最后那一次出手服务的。第6章，灭吴，他最冷的一面。越军最终包围了姑苏，夫差派人求和，希望像当年吴国赦免越国那样放自己一条生路。勾践心软了，想答应，范蠡拦住了他，说：谋之22年，一旦而弃之，可乎？谋划了22年，怎么能在最后一刻把他放弃？他坚持继续进兵，夫差最终拒绝做越国的附庸，自杀了。这一段我们想诚实地讲一讲。范蠡大概不会忘记会稽之辱，不会忘记吴国当年其实只差一点点就能灭掉越国。他的判断在战略上极其一致，既然当年的错误是吴王心软放过了越国，越国就绝不能重复同一个错误。但从人的角度看，这也是他最冷硬的一面。长期目标在他心里可能已经重到能够压过同情。我们可以承认这份决断帮越国彻底消除了后患，但也必须承认他同样参与推动了一个国家的覆灭和一个君主的死亡。坚持到底这4个字从来不是天然的美德，目标本身是否正当，继续推进会伤害谁，仍然要单独去问。第7章，攻城离越，他不是等到被赶走，而是在最盛的时候主动走。灭吴以后，范蠡成了上将军，名望达到顶点。越军北渡淮河，与其晋诸侯在徐州会盟，周天子派人赏赐勾践，正式承认他为诸侯之伯。就是在这个所有人都在庆祝的时刻，范蠡做出了判断。范蠡以为大明之下难以久居，且勾践为人可与同患，难与处安。功名到了极点，很难长久待在这个位置上。勾践这个人可以和他一起吃苦，却很难和他一起安享太平。他向勾践辞行，勾践给了他2个选择，要么把越国的一半分给你，要么杀了你。范蠡回答：君行令，臣行义。君主执行君主的命令，我实行自己的意愿。这不是一句潇洒的场面话。半个国家在天平的一边，死亡在另一边。他带走的只有轻便的财物和愿意同行的人。他也不知道海的那一边会有什么，不知道离开越国以后还有没有人认得范蠡这个名字。一个人如果只求安全，完全可以先暂时答应留下，等以后再找机会走。可范蠡似乎判断，只要再多留1天，自己的命运就会重新被勾践掌握。
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退出，因为留下的诱惑和威胁同时都摆在他面前。第8章，劝文种看懂一个人的危险，不代表能替他做出选择。离开越国以后，范蠡给文种写了一封信，信里有一句话，后来成了整个中国政治史上最著名的警句之一：飞鸟尽，良弓藏；狡兔死，走狗烹。越王为人常经鸟会，可与共患难，不可与共乐。子何不去？文种收到信以后，称病不再上朝，但他终究没有走。后来有人在勾践面前进谗言说文种将要作乱，勾践就赐给文种一把剑，说：子教寡人伐吴七术，寡人用其3而败吴，其4在子，子为我从先王视之。文种明白了这句话的意思，自杀了。范蠡写这封信，说明他没有只顾自己脱身，他把自己看到的东西尽可能诚实地告诉了旧友。可是看见风险，相信风险，为风险付出代价，是3件完全不同的事。文种也许舍不得自己的功劳，也许相信称病就足够自保，也许他没有范蠡那样重新开始的把握和勇气。范蠡能警告他，却不能替他迈出离开的那一步。这大概是所有清醒的人最深的一种无力。你看得清楚一条路的尽头是什么，却没有办法替另一个人走出第一步。第9章，齐国辞相逃得3聚3散，他证明了退出以后仍然能重建。范蠡离开越国后，改名吃夷子皮，在齐国海边和家人一起耕作经营，很快积累了数十万家产。齐国人听说他的能力，请他做丞相。范蠡又一次说：居家则治千金，居官则治卿相，此不义之极也。久受尊名，不祥。一个平民在家能做到千金之富，做官能做到卿相，已经是普通人能达到的极限了。长久占据这样的尊贵名声，不是什么好事。他归还了相印，把财物分给朋友和乡里，再一次悄悄离开了。这一次他到了陶地，因为那里处于天下交通要道，适合经商。他自号陶朱公，跟着石矶贱买贵卖，与时逐而不责于人。19年间，3次积累到千金的财富，2次把这些财富分给贫穷的朋友和远房的亲戚。这里有一个很值得停下来看的细节。如果只离开越国一次，还可以解释成他单纯是害怕勾践。可到了齐国，已经没有20多年的君臣恩怨，也没有勾践那样的直接威胁，他仍然在名位到达顶点的时候选择离开。这说明盛名不详，更像是他一以贯之的世界观，而不是一次性的逃生策略。他真正拥有的底气，不是某一次财富，也不是某一个官职，而是一种能力，被证明过不止一次的能力。丢掉旧位置以后，他依然能在陌生的地方重新创造出价值。第10章，救子。最懂人性的人，也有救不了的人。如果故事讲到这里结束，范蠡会是一个近乎完美的智者。但史书没有让他这样收场。他到了陶地以后，二儿子在楚国杀了人，被判了死罪。范蠡想用重金请故交庄生想办法营救。他原本打算让最小的儿子带着黄金前去，因为小儿子生在富贵之中，从小没吃过苦，不会把千金看得太重。可长子坚决反对，他觉得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，父亲不派身为长子的自己去，是在说自己没有能力。他甚至以死相逼，家人也都来劝范蠡。范蠡明知道不妥，最后还是让长子去了。庄生本来已经设法让楚王决定大赦天下，可长子听说弟弟很可能借着大赦出狱，就觉得送给庄生的那1000金白白浪费了，于是把钱要了回来。庄生感到受了羞辱，转而让楚王先处死范蠡的儿子，再发布赦令。长子最后是带着弟弟的尸体回的家。范蠡说他早就知道会是这个结果。长子不是不爱弟弟，是他从小跟着父亲吃过苦，知道每一枚钱都是怎么赚来的，所以他没办法忍受千金明明可以省下来，却白白送给了别人。而小儿子出生的时候，家里已经富裕，反而更容易把钱放下。史书写，
所有人都在为这件事悲伤，只有范蠡笑了。那笑未必是无情，他更可能是一个父亲在自己的判断完全应验，儿子却依然死去的那一刻，一种近乎失常的反应。总结：范蠡和李斯回答的是同一道题，也留下了同一道追问。我们回到最开始的问题，范蠡和李斯几乎面对着同一道人生考题，攻城之后要不要继续留在权力的最高处？李斯选择了留下，因为对他来说，相位从来不只是一份工作，那背后绑着他半生的证明，儿女的婚姻，满门的富贵，还有那个终于不再被人轻视的自己。范蠡选择了离开，因为他相信一个人真正拥有的东西从来不是某一个位置，而是不管站在什么位置都还能重新判断、重新开始的能力。这两个人的差别不在于谁更聪明，两个人都极其聪明，两个人也都在关键时刻清清楚楚地看见了危险。真正的差别是，当危险出现的时候，李斯发现自己已经没有办法不当丞相，而范蠡发现就算不当上将军，他依然是那个能重新把日子过起来的人。但我们也不想让这期视频停在一句所以范蠡赢了上面，因为范蠡的清醒是有代价的。他能够放下权力和财富，却未必同样擅长放下对局势、对他人、对结果的控制。他能拒绝夫差的求和，因为那是22年谋划应有的结局。他也能眼睁睁看着自己最深的判断应验在儿子的死上。所以这一期我们最后想留给你的不是一句学会退出，而是两个更难的问题。第一个问题是，我正在建立的这份成功是否允许我有一天可以离开？第二个问题是，我为了保持清醒和自由，是不是正在牺牲某些不该被牺牲的人和情感？李斯的困境让我们看见权力、家族和恐惧怎样一步步捆住一个人。范蠡的阴影则提醒我们，一个真正能够退出的人，也可能在追求时机和结果的路上变得过于冷硬。没有一种活法是没有代价的。这个故事，我们没有理由把它剪掉，也不该只把它讲成一个用对人就能成功的管理寓言。他诚实地告诉我们，范蠡准确地看穿了人性，却没能真正地救下自己的孩子。他用财富和关系去干预一场杀人案的结局，这件事本身也带着不能回避的特权色彩。一个人可以看懂几乎所有人，却依然救不了自己最想救的人。前面我们讲的是他做出的每一个选择，包括那些不那么光彩的部分。接下来我们想让你站到他人生尽头的位置上，回头看一次。这段话不是史书原文，范蠡也没有真的说过，这是我们根据他这一生做的一次重构。我们想让你听见的不是一个精明人对自己的成功总结，而是一个真正把放下这件事走了不止一次的人，在回望时愿不愿意也说出自己没有做到的部分。范蠡晚年独白：我这一生至少用过3个名字。在越国，我叫范蠡；到了齐国，我自称吃夷子皮；后来迁到陶地，天下人又叫我陶朱公。世人说我善于脱身，好像我生来就比别人轻，袖子一挥，什么都放得下。其实每换一个名字，我都要把前一个名字拥有的权位、声望和故人留在身后。离开从来不轻松，只是有些东西若舍不得放下，最后就会连命一起带走。我最早学会的也不是退，而是败。勾践要抢先攻吴，我劝他说，兵是凶器，征战只是最后手段。他不听。越军败在夫交，只剩5000人困守会稽。那时他问我，因为没有听你的话，才到了今天，怎么办？我若只想证明自己，可以回答，事到如今还能怎么办？可一个谋臣若只能在灾祸发生以后证明自己早有远见，那份远见救不了任何人。我告诉他，先低头送上厚礼，若吴王仍不答应，就连人也交出去。勾践后来想杀妻焚堡，拼死一战，那很像勇气，也很像一个败者急着用死亡结束羞耻。我不肯让他那样死。
不是因为活着体面，是因为越国还没有到该结束的时候。后来我也进入吴国控制之下。史书有的说2年，有的说3年。对我来说，2年和3年并无分别。低头的每一天都很长，白天要看无人的脸色，夜里却不能让仇恨把自己烧空。忍辱最难的不是弯下腰，是弯下以后仍记得自己为什么没有站直。回国以后，勾践一次又一次问：现在能不能伐吴？吴王荒废政事时，我说还不能；忠臣离散时，我说再等；伍子胥死了，我仍说未可。吴国遭灾，勾践终于怒了，问我究竟要等到什么时候？他以为我不急，我怎么可能不急？会稽的山，吴国的宫门，越人低下的头，我没有一天忘记。只是受过屈辱的人，最容易把急切错当成时机，把出手错当成复仇，把一时痛快错当成大功告成。我只能一遍遍告诉他，再等。等待不是坐着不动。越国要恢复田地，积累粮仓，安定百姓；吴国要继续消耗自己的力量。我们还要看清他的君臣是否真的离心，他的精兵是否真的远去，他最后一点拼死抵抗的力量是否已经用尽。真正的时机不是我们已经等得够久，而是决定胜负的条件终于同时出现。时机来到时，我也没有再等。吴王北上会盟，精兵远离国都，我对勾践说：可以了。后来吴人反复挑战，他一度沉不住气，我仍要他稳住。等到吴国再无翻身之力，我又不许他因为一时不忍放走夫差。夫差派人求和，想要越国像当年吴国放过越国一样放过他。勾践心软了，我却问：22年的谋划能在一朝丢掉吗？这句话替越国完成了复仇，也把夫差推向了死亡。我不能把自己写成只懂时机不沾鲜血的人。吴国覆灭时，我是那个不肯停手的人。也许我只是拒绝让越国再受一次同样的灾难，也许我心里也有多年屈辱结成的硬块。人若只用胜利替自己作证，最容易忘记胜利下面压着谁的尸骨。灭吴以后，我成了上将军。越军北渡淮水，齐、晋诸侯都要看越国的声势。一个从会稽绝境走出来的臣子，走到了名位最高处。也就在那时，我知道自己该走了。我不是忽然厌恶功名，若我从不在乎功名，便不会陪勾践谋划20多年。我也不是看破人间，从此只爱山水。我要离开，是因为使命已经完成，而胜利后的勾践已经不是会稽山上那个必须依靠我们的勾践。患难时，君主害怕的是没有能臣；天下已定以后，君主害怕的可能正是功劳太大的能臣。我向他辞行，他说：要么分国于我，要么杀我。我回答：君行令，臣行义。这不是一句潇洒话。半个国家在一边，死亡在另一边。我带走的只有轻便财物和愿意同行的人。我也不知道海的那边会有什么，不知道离开越国以后还有没有人认识范蠡。可我宁愿到一个无人认识我的地方，重新证明自己是谁，也不愿留在一个人人认识我，却随时可能取我性命的地方。我走后写信给文种，飞鸟尽，良弓藏，狡兔死，走狗烹。我劝他也走，他没有走。他称病不朝，以为退半步便足以避祸。后来勾践赐剑，他死了。我曾无数次想，如果我回去拉他，他会不会跟我走？可我知道不会。文种比我更能安定百姓，也比我更深地扎在越国。他的功劳、关系和一生都在那里。对我来说，离开是重新开始；对他来说，离开也许像是否定自己此前的一切。看懂一个朋友的危险，却不能替他支付离开的代价，这是智慧最无用的时刻。到了齐国，我改名换姓，在海边与家人耕作经营。我没有乡印，没有军队，也没有诸侯来贺。我从土地、货物和人的需要重新学起。不久，家产累至数十万，齐人又请我为相。一个布衣，在家能治千金，做官能到卿相，已经是人间的极处。可我见过极处后面是什么？
我归还相印，把财物分给旧友乡里，再次离开。有人问我，财富散掉不可惜吗？我不是不爱财富，我若不爱，就不会研究哪里货物往来最方便，不会在陶地观察贵贱变化，不会带着家人经营19年。正因为知道财富有用，我才不愿让它停成一潭死水。钱能买粮、买时间、救急、帮助朋友，也能让一个人越来越怕失去。财富若只进不出，最后积下来的未必是安全，也可能是猜疑、傲慢和一群等着分取的人。可我最痛的一次，恰恰也与钱有关。我的中子在楚国杀了人。我说，杀人偿命本是常理，可我又想用千金和旧交替他求生。若后人因此说我也是一个想靠财富越过法律的父亲，我无话可辩。一个人讲天下之理时容易，轮到自己儿子时，理便会弯。我原想让小儿子去，因为他生在富贵中，不把千金看得太重。长子却认为家中有难，父亲不派自己，是说自己无能。他甚至以死相逼。他的母亲也劝我，我明知不妥，还是让他去了。长子不是不爱弟弟，他只是从小跟着我吃过苦，看过一粒粮一枚钱怎样得来。他不能忍受千金明明可能省下，却白白送给别人。正是这一点，让他在最不该要回钱时要回了钱，也让他的弟弟先于赦令被杀。他带着棺木回来时，所有人都哭，史书说只有我笑。那笑若真存在，也不是得意。我宁愿自己的判断错一次，宁愿被儿子证明老父已经看不懂人，也不愿以一口棺木证明我仍然正确。一个父亲最难承受的，不是孩子不听话，而是他早已看见孩子会在哪里跌倒，却还是没能拦住。我这一生懂得等待，懂得离开，也懂得同一件货物在太贵以后会转贱，太贱以后会回升。我以为万事皆有时，万物皆会转，可有些东西不会回来。夫差死了，文种死了，我的儿子也死了。判断可以再下一次使用，生命没有下一次。后世若只记得我功成身退，便把这一生说得太轻了。退，不是在事情最难时就先走，也不是失败以后说自己本来就不在乎。真正的退，是把该承担的事做完，把能交接的责任交接，然后承认昨天的功劳不应成为今天的牢笼。我能离开，不是因为我比别人更无情，而是因为我从不相信已经拥有的生活是自己唯一还能过的生活。离开越国，我还可以耕作；离开齐相，我还可以经商。散去财富，我仍能判断时事，选择地方，与家人重新开始。人若只剩一个身份，就会把那个身份守到最后一口气。人若知道自己还有别的活法，才可能在门尚未锁死以前走出去。若要从我身上学一件事，不要先学退，先问自己该做的事完成了吗？离开以后有没有能力重新生活？若这两个问题都没有答案，所谓洒脱也许只是逃避。若两个问题都有答案，那么无论门外是海是田，还是无人认识的一条路，都不必害怕。名字可以留下，位置可以交还，财富可以散去，只要人没有把自己也一起留在那里。愿我们始终保有看见的眼睛、思考的勇气和继续成长的力量。身在尘埃，心有跃迁。这里是尘埃里的跃迁。感谢您的观看与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